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是我的第7个视频，马上就要进入报税的季节了，所以呢，今天跟大家讲一讲日本的工资与税收。首先说说日本工资中的基本工资这一项，这个基本工资在日本非常平均。举个例子说，商店里的售货员与宾馆里的前台与 IT 工程师，他们的基本工资是一样的，区别就在于年龄。20岁刚刚毕业的人的基本工资就是每个月20万，30岁呢就是每个月30万，40岁呢就是每个月40万。也就是说，有这样一种可能性，一个40多岁的商店里的售货员可能比一个30多岁的 IT 工程师的基本工资还高。基本工资以外，还有一项就是公司的股票分红与保险分红。这一项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的，只有投资了公司的股票或者投资了保险的人才会有这一项。接下来是家庭补助，这笔钱是发给有配偶以及有子女的人的，也就是说结婚的人的。在日本，一般妻子是不工作的，一般日本人家里有2个到3个孩子，妻子和孩子呢都可以领家庭补助。这是我在网上找到的信息，30人到99人的小公司里，每个月会给员工发大约12000日元的家庭补助，大约换成人民币是800元，美元100元。而1000人以上的大公司，每个月会给员工大约21000日元的家庭补助，换算成人民币大约是1400元，美元200元。这个只是个平均值，实际上好的大公司会给出这1倍以上的补助。而这个家庭补助实际上挺人性化的，在日本没有爷爷奶奶过来帮忙照顾小孩子，所以只能妻子放弃事业，在家照顾孩子。有了这个家庭补助，可谓是雪中送炭了。接下来是住房补助，很多公司都有自己的宿舍，如果不住公司的宿舍，自己单独出去租房子的话，公司呢会给一定的住房补助。如果员工买房子的话，也会给一定的补助。这笔补助金因公司不同而不同，差别很大，没有统一的数字。最后还有最重要的加班费，加班费在工资中绝对是重要的组成部分，有的时候加班费甚至比基本工资还高。由于每个月的加班时间不同，所以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，直到发工资那天才知道自己的工资，所以每个月多少都是有那么点小期待。以上是工资的组成部分，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工资中扣除的部分吧。首先是保险费，公司会强制让你加入公司的医疗保险，虽然这个医疗保险很贵，但是呢，这个医疗保险的范围非常广，而且呢，一个人交这个保险，全家人都享受这个保险。我妻子去年得了一场重病，就是因为加入了这个保险，1分钱没花就把病治好了。其次呢是工会费，日本的工会很强大，为员工们争取涨工资、涨奖金。同时，日本的工会还参与政治，所以日本的工会费也很贵。IT 行业所在的机电联合工会的工会费是每个月6000日元左右，大约是人民币400元，美元60元。然后是住民税，这笔钱是用在所居住的城市的建设上。最后呢是所得税，住民税和所得税的算法十分复杂，比如相同收入的家庭，一个家庭没有小孩，一个家庭有小孩，在中国这2个家庭每年交的税是一样的，但是在日本却是不一样的。没有小孩的家庭负担比较小，所以交的税比较多，有小孩的家庭负担比较大，所以交税就比较少。这里只是举个有没有小孩的例子，税收的不同不只是小孩的因素，考虑的因素实际上是非常多的。
为了更直观的说明，这里举个具体的数字，比如同样是月收15000元的中国家庭，单身一个人的情况，结婚后二人世界的情况，两者交的保险与税所占的比例是一样的，都是15%左右。最下面的结婚后上有老下有小的情况，税收比例稍微低一点，大约是13%左右。而在日本，同样是年收入660日元的家庭，收入与保险所占的比例却大相径庭，最高的占24%，最低的只占19%。不过就算最低的税率也是19%，比中国的税率还是高了一些。那么日本是怎么调节各个家庭的税收的呢？在每年的年底，年末调整这个环节就登场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年末调整的具体内容吧。全年12个月的收入被分为拿到手的工资和每月扣掉的税，就是这个灰色方块的部分。如果你的家庭负担比较重，那么会退还给你已经交过的一部分税。如果你的家庭负担比较轻，那么不好意思，会再给你扣一点税。再来总结一下，全年的工资被分为到手的工资和每月扣税。这个每月扣税是按照这个表格一刀切，所有人都一样。然后根据你的家庭中有没有小孩，有没有老人，有没有住房贷款，以及一年中有没有额外花了很多钱，通过这些来算出调整税款，通过调整税款来再次算出到手的工资，也就是这个最后的工资。这个调整税款和每月扣税非常重要。当调整税款大于每月扣税的时候，你就需要再次扣税。当调整税款小于扣税的时候，那么恭喜你，政府还会退还给你税。那么怎么能让调整税款变得很小，从而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呢？我们来说一下这几种方法吧。首先是买商业保险，买商业保险可以最多省下28000日元的税，也就是人民币1800元。这个是我买的县民共济商业保险，最多可以给我省下3万日元的保险。这是我房子的地震保险，可以给我减掉5740日元的保险。虽然保险能省下的钱很少，但是聊胜于无嘛。接下来是房贷，有房贷的话，最多可以省掉40万日元，也就是25000人民币，这个力度还是很大的。这是我的房贷情况，由于我只借了2000万日元，所以最多也就可以给我省20万日元左右。一般人的避税方法也就只有这2种，但是其实还有别的方法。投资养老金，也就是 401k， 这个不仅能省下税钱，而且投资的部分还能升值，升值还不用交税。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做这件事儿。还有一种就是捐款，也就是俗称的故乡税。举个例子，比如你向一个地方捐了10万日元，对方呢就会给你大约5万日元的物品，比如说水果、蔬菜之类的。这样的话呢，你就相当于花了10万元买了5万元的东西，但是同时你可以少交10万元的税。捐款抵税的上限呢，大约是年收入的10%。如果收入高的朋友，一定要考虑一下这个选项。如果有居住在日本以外的人需要你抚养，那么你可以少交一部分税，这个一定要慎重使用。如果无中生有被发现的话，后果非常严重。同时，为了证明你确实需要抚养在国外的人，你还需要以你的名义向国外的抚养人每年至少汇款38万日元，也就是人民币24000元左右。最后一点就是让妻子成为第3号保险者。日本的法律规定，只要妻子的收入每年不足130万日元，也就是人民币83000元左右，那么妻子就可以以第3号保险者的身份存在。不仅妻子的收入不用交税，同时妻子还被算成了你的抚养者，你的税也会相应的减少。可能
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妻子结婚以后都不上班的原因吧。上了班挣的钱一半都交税了。好了，关于日本的收入与税收的情况，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。作为一个程序员，我做了一个小程序来计算这个年底报税。哪位朋友如果需要的话，可以给我留言，我可以免费帮各位报税。咱们下次再见。